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 CPF 首次获得全球养老金指数的 A 评级，同时连续17年被评为亚洲最佳。这意味新加坡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式跻身世界一流制度行列。要知道，养老制度是一个国家最难管理的部分，它考验的是财政纪律、社会信任，还有政府的长期责任感。而新加坡一个只有600万人口的城市国家，却在这一领域领先了日本、韩国，甚至很多欧美国家。新加坡早就明白，养老不是发福利，而是建立一个能让国民信任的财富系统。这场 A 评级其实是对整个制度成熟度的国际认可。新加坡不只是能运行，而是能持续、能信任、能增长。新加坡公积金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强制储蓄个人所有，这不是政府养你，而是政府帮你，确保你能养好自己。每个在职国民都必须缴纳公积金存入自己的账户，账户又分为3种用途，一个用来买房，一个用来养老，一个用来医疗。钱在你自己的账户里，但国家规定只能用于你的长期保障。这种制度设计有2个巨大好处：第一，所有权明确，你看得见钱在账户里滚动增长，不存在养老金被挪用的风险；第二，信任稳定，公积金局定期公开利率、回报率和投资报告，制度透明，国民信心自然高，这就是信任红利。新加坡没有靠补贴买信任，而是靠规则建立信任。正因如此，当其他国家的养老体系还在为资金缺口焦头烂额，新加坡的 CPF 却成了全国财富的稳压器。接下来这点是真正让新加坡赢在制度层面的关键。与欧美的现收现付制不同，新加坡的公积金完全自给自足。在美国、法国或日本，年轻人交税供老年人领养老金，但当老龄化加剧，年轻人越来越少，这个系统就会崩。而新加坡的 CPF 是个人账户制，政府不需要每年拨钱填坑，结果就是国家财政没有养老负担，政府可以把资源投入教育、科技和未来建设，而公积金体系依然稳健增长。这是一种极为罕见的制度财政独立，它让新加坡在全球老龄化浪潮中依然能保持财政纪律与经济活力。一句话总结，别人用税养退休，新加坡让制度自己养自己。这种逻辑听起来冷静，却是国家理性与社会信任的最佳平衡。公积金的强大还在于它不是单纯的养老账户，而是一整套国民财富管理系统。它把人生3大焦虑——住房、医疗、退休全部纳入一个框架。年轻人缴纳公积金可以用部分资金买房，这让新加坡拥有世界最高的住房自有率，超过 90%， 中年人账户的利率固定在 4% 到 5%， 让储蓄稳健增长，抵御通胀。老年人则依靠医疗账户 MediSave 支付健康支出，不需要拖累子女或社会福利系统。这是一种从收入分配延伸到资产安全的全生命周期设计，你的人生财务轨迹从工作到退休都在一个可控系统中。对国家来说，这是社会稳定；对个人来说，这是确定性人生。也难怪有人称 CPF 是新加坡最伟大的金融创新。它不仅解决了养老问题，更构建了一个以信任为核心的社会契约。当世界都在焦虑老龄化、养老金缺口、新一代劳动者缴不出钱时，新加坡却迎来了一个罕见的局面：养老体系稳健，财政独立，国民信任度全球第2。这并非奇迹，而是长期的制度积累。新加坡用科学的设计、动态的优化和社会协作，托起未来。尽管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如今表现优异，但它并非没有压力。比如，随着人口快速老龄化，新加坡的储蓄压力越来越大，医疗费用也持续上升。未来10年，当亚洲步入老龄化高峰，很多国家都会面临养老金危机。那么你怎么看？
你觉得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还能怎么优化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您的观点。如果您觉得我们今天的内容有趣有料，记得帮我们点个赞，转发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，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